聚集了日本頂級美食的北海道，卻因一家地點隱秘的小酒館，再度刷新資深老饕們的美食認知。每天提前8小時準備食材，嚴選北海道最神秘的雞種知床雞，作為小店遠近聞名的金字招牌。哪怕只有1人打理，卻仍能事無巨細將每個環節做到極致，就連菜單都要當天手寫公布。憑借這份對待食物的敬畏之心和品質過硬的食材選擇，不到半年時間，小店便迅速攀升到當地美食榜前3。儘管小店開在隱秘的樓梯間裡，卻仍擋不住老饕們的熱情，常常還沒開業便已有顧客預訂座位，每逢週末更是一座難求。現在就一同走進北海道的札幌市，親眼目睹店主一整天的工作過程。上午10點，店主祥太準時出現在樓宇之間，穿過狹窄的旋轉樓梯，開始今天的準備工作。在寸土寸金的日本北海道，即便是這樣偏僻的大樓角落，卻仍需每月5萬日元的租金。祥太一邊為餐具消毒，一邊向我們回憶道，人生中的第一次創業，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去酒屋。即便最初的生意十分艱難，但他卻從未想過放棄。每當顧客拖着疲憊的身體走進來，在享用了他的食物和陪伴後，重新收穫迎接生活的力量，這種成就感令他無法抗拒。說話間，祥太的準備工作已完成大半，而接下來就是一天中最耗時的環節——準備燒烤所需的食材。豬肝是店裡最受歡迎的豬內臟，受歷史上的宗教影響，日本餐桌上極少出現豬內臟。不僅是內臟，就連豬蹄也很少食用，因此在當地的市場中，這些食物的價格十分便宜。但在所有豬內臟中，豬肝卻是個例外。豬肝中富含大量鐵元素，具有一定的食療功效，深受日本民眾的青睞。甚至還流傳着豬肝刺身的吃法，以求完美的滋補效果。但在許多老饕心中，豬肝最美味的烹飪形式依然是祥太手中這些燒烤小串。而店裡的另一道人氣內臟，則是眼前這些豬舌，因其肉質緊實無骨，並且不含筋膜和韌帶，做熟後口感十分細膩爽口，因此在中國北方也被稱為口條。而在中國閩南一帶，豬舌的另一個名字則是豬栗，發音與吉利類似，因也有招財的美好寓意。即便所有肉類都經過事先清理，但為了最大限度減少細菌殘留，每當祥太使用過一次砧板，便會專門清洗一次。作為日本居酒屋的鎮店之寶，雞肉串的地位無可替代。幾乎在日本的所有居酒屋中，店員都會將其作為招牌推薦給顧客。而這種獨特的飲食習慣背後，正是日本燒鳥文化的體現。在日本，燒鳥所指並非是飛禽，而是指雞、鴨、鵪鶉等禽類。由於雞肉的肉質出眾，可食用的部位也最多，燒鳥便逐漸成為烤雞的代名詞。除了將肉直接串起的做法，還可以與大蔥交替排布，而這也是燒鳥串最經典的搭配。為了留住食客，祥太在雞肉的選材上也費盡心思。若仔細觀察，店裡所用的雞肉大多顏色偏淺，與尋常雞肉的質感略有不同。這種雞名叫痔瘡雞，來自北海道痔瘡半島。據資料顯示，痔瘡半島曾在2005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被譽為日本最後的秘境，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痔瘡雞在飼養過程中僅以天然植物飼料餵養，因此培育出的雞肉肉質軟嫩，色澤也相對偏白，製成肉串口感回味無窮。在燒鳥文化的熏陶下，日本人將雞的吃法研究到了極致，就連內臟也同樣被加以開發。眼前這些食物名叫沙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雞胗。由於口感脆嫩，富有嚼勁，成為日本燒鳥中的熱銷部位。五花肉卷是女性顧客的最愛。祥太一邊搬來新鮮的蔬菜，一邊對我們熱情地介紹，這些蔬菜將全部被切成細條，用來與五花肉條相配。即便是在氛圍輕鬆的居酒屋裡，葷素搭配的原則依然被嚴格執行。
作為店裡熱銷的人氣菜式，五花肉卷的口味也相當豐富，幾乎每天都會推出至少5種搭配，諸如土豆絲、青椒、韭菜和茄子等食材，均可與五花肉片捲在一起。不僅如此，祥太還會根據不同食材的形狀來調整五花肉卷的串製方式，以藝術品的要求去對待料理。從開業以來，這便是祥太對自己不變的要求。除了各種精美的燒鳥小串，飲品也是居酒屋的必備菜單，其中清酒、燒酒等酒類更是不可或缺。而居酒屋形式的誕生，也與酒類密不可分。據歷史資料記載，在江湖時期，酒鋪的經營者為了增加訂單，想出了一種新潮的經營模式，在鋪內提供簡單的菜餚，客人在買酒之後，當即便可在店裡搭配菜餚享用。而居酒指的便是坐下喝酒的意思。隨着時代的發展，這種形式被日本商戶傳承下來，成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在日本的影視作品中，也經常出現居酒屋的場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居酒屋的經營時間較晚，通常在晚上到凌晨，因此它也被視為日本職場人的療癒聖地。雖然始居酒屋，但主食卻也必不可少。而米飯和烤串一樣，經過炭火的洗禮，風味便會別具一格。作為一家正宗的日式居酒屋，祥太也繼承了木炭烤制的傳統，用前一天熄滅的木炭作為引火炭，這是祥太在工作中發現的技巧。他說：“日復一日的忙碌，雖然辛苦，但卻總能有很多意外收穫。”說着，他又向我們展示，將食鹽用鍋加熱翻炒後，不僅能進一步去除水分，還能為鹽增強味道。祥太將這些收穫稱為生活的果實。在正式開業前，居酒屋還要進行最後的整理。隨後，店員來到門外，將大紅色的燈籠點亮。在日本古代，紅色被認為帶有辟邪作用，而這種大紅色燈籠的造型，起初來自日本江戶時代的宗教儀式，直到2戰時期後才成為居酒屋的廣告形式。隨着第一波預約的顧客到店，祥太也開始了今晚的烤制工作。最先被送上炭火的食物，當仁不讓屬於豬肉卷和雞肉串。雖然每串的分量十分精緻，但顧客們卻不會一次性點上許多。這種飲食習慣的形成，也與居酒屋的用餐形式緊密相關。來到居酒屋用餐的顧客，大多並非為了填飽肚子而來，輕鬆溫馨的用餐氛圍和源源不斷送上餐桌的小吃，才是居酒屋的魅力所在。為了招攬更多顧客，祥太還對菜單做出了創新，將年輕人喜愛的奶酪與肉串結合，經過噴火槍瞬時的高溫，肉串便瞬間奶香加倍。儘管在許多菜式上迎合年輕人口味，但祥太也同樣有着自己的堅守。比如眼前這些雞肉丸小串，在烤至外焦裡嫩後，還需裹滿甜醬油料汁再次復烤。這種小串在日本被稱為酥控，味道鮮甜，口感筋道，無論大人小孩都十分愛吃。隨着店裡的顧客越來越多，祥太忙碌的聲音也一刻不停。即便全店的訂單僅靠一人制作，但祥太卻依然有條不紊，八面玲瓏地照看着每種食材，甚至還能抽出空來兼顧油炸天婦羅的火候。除了蜜汁橫流的肉串，店裡也會為飲酒的顧客提供小菜，通常是3種蔬菜組成的拼盤，爽脆解膩的口感是最大特點。不僅如此，為了將店裡的特色食材做出花樣，祥太還自創了一種雞肉吃法，將來自北海道的知床雞低溫慢煮，趁着內裡尚未熟透，便迅速取出並切開食用，吃起來外韌內軟，口感層次分明。一經推出，便深受顧客喜愛。談起這道新式料理的靈感來源，祥太提到一種名叫 Tataoki 的傳統日料。製作 Tataoki 的原始食材本是煎芋，用稻草或乾草為燃料烤成，外熟內生厚實，魚皮緊實焦香，魚肉飽滿軟嫩，是日本高知縣的著名海鮮料理。經過日本廚師們的努力，
這種日式輕熟料理逐漸流行，諸如牛排等高級食材也被用來製作和享用。在盛行生食文化的日本，即便食物的魅力依然尚未斷生，但卻並不影響顧客們對其讚不絕口。也正是這種獨特的飲食習慣，才使日本的美食文化獨具特色。在祥太的居酒屋裡，就連米飯都能作為燒烤食材，將米飯捏成飯糰的三角造型，直接放到炭上炙烤。米飯在高溫的催化下，不斷釋放出濃烈的小麥香氣，烤至表面焦黃酥脆，便可宣布製作完成。出於對美食的熱愛，祥太對食物有着濃烈的敬畏之心。經過他手的每份食材，都呈現出恰到好處的美味狀態。即便整晚的工作讓他無暇休息，但祥太卻甘願樂在其中。隨着店裡最後一位顧客離開，小店終於迎來了今日的閉店時間。將所有工具和食材歸置完畢後，祥太才安心走進夜色當中。這家傳統日式居酒屋雖然創立僅不到2年，但在祥太的用心經營下，小店已成為許多遊客的必打卡餐廳。這家名叫坊的居酒屋就位於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千比大廈室外的旋轉樓梯旁。若你也想親自品嘗一下祥太店裡的傳奇風味，不妨跟隨地圖來到此處，近距離感受日本居酒屋的獨特魅力。